那在我们说完了这个微 LAN 的真格式以及微 LAN 的一些这个封装方式以后那么我们来看下边的链路类型。在这儿呢，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交换机和交换机或者说交换机的端口，那么有可能它接的时候接了一个 PC， 也有可能交换机的端口接了另外一个交换机，这个也没准儿，对吧？因为对于交换机来说，注意一点的是我们交换机上所有的端口，它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可能速度不一样，但是功能一定是一样的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情况下呢，有很多同学会认为有些交换机的端口是有一些特定的规则的，特别是比如说拿个3700来看那么这个图呢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我们看到的一个3700的交换机。那么对于这个交换机来说，这边两个电源这个是接供电的，这个我们不用管它。然后这个两个线呢，这个是 console 线我们这个其实也可以不管它，主要我们用到的是这票端口。那么这一票端口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认为它是可以接主机的，没问题。它所有的端口就这一票端口都是可以接主机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后边还有两个端口，这两个端口呢可能就是记忆的，比如说这所有的端口都是 FE 都是100兆的，那么会多出两个1000兆端口。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用这个端口去做上联，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这个端口其实跟其他端口一样，你也可以用它接 PC或者说其他的端口也可以用来接其他的交换机，不一定说一定是不能说一定是这几个端口是用来接其他交换机的，而这些端口就一定是用来接 PC 的，不能混，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一点上大家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误区我在这儿呢需要给大家纠正一下。那么既然是这样，对于交换机来说，任何一个接口都有可能接到一个其他的设备上，也可能接到一个这个 PC 上或者说一个终端上。那么如果说交换机的一个端口接了一个终端来说，对于交换机来说，这个端口的功能和交换机的一个端口接到了另外一个交换机上的这个端口功能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我们的网络里边来说特别是在小型的局域网里面来说，那么一个链路有可能，或者说一段网线有可能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 access， 第二种类型叫做 trunk。access 被称作接入链路或者叫做访问链路一般的我们翻译成接入。那么 trunk 呢，我们一般呢翻译成干道叫做干道链路。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应该是 trunk， 也就是干道链路，而交换机接终端的这些链路，通常我们都认为它叫做访问链路或者叫做接入链路，是 access 链路。这个链路类型或者说这段网线的这个整个这个路径这个类型是要区分开的。再往下看 PVID， 这个东西在华为的设备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端口的默认微 LAN 编号这个 ID 就叫编号嘛。这个 PVID 的全称呢应该是 Port VLAN ID， 就是一个端口上的默认的一个微 LAN 编号。注意，在交换机上任何一个端口都应该有一个默认的微 LAN， 这个微 LAN 的编号就是我们所说的 PVID。那么对于一个交换机在出厂的时候，因为厂商也不知道你的微 LAN 编号是多少，那么这个端口上又必须有一个，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设备出厂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个微 LAN， 这个微 LAN 编号就是微 LAN 1，然后所有的端口默认的这个 PVID 的这个编号都属于微 LAN 1注意在缺省情况下，无论是37系列还是57系列，还是后面我们现在有到的77系列，
交换机每一个端口的 PVID 默认都是1，就是 VLAN 1。然后 VLAN 编号你可以随便设定，不一定挨着牌的2、3、4、5、6啊，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10、100、300、256、什么107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你可以跳着用，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值呢，这个概念呢，我们叫做 PVID。一个端口一定会有一个默认的 VLAN 编号，这个 PVID。那么 PVID 是干什么的呢？记住这句话 ，PVID 是处理这个端口上接收到的没有 VLAN 的标记数据帧的，也就是说，处理标准帧的时候用这个 VLAN ID。好，下面我们来看，刚才介绍的是链路类型，下面我们来看端口类型。对于一个链路来说要么是 trunk， 要么是 access。那么对于一个端口来说呢，除了 trunk 和 access， 在我们的华为的设备上还有第3种方式，叫做 hybrid。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端口类型 access。这个端口呢叫做访问端口，或者叫做接入端口。access 端口通常情况下用来连接终端设备。通常情况下 access 端口用来连接这个终端设备。那么 access 端口在收到数据后会添加这个 VLAN 的标记。这个就是交换机收到数据以后，交换机自己给它添加一个。然后呢，这个 VLAN 的标记这个你到底那个标记成10还是标记成100呢？你端口的 PVID 是多少，它就标记成多少。在发出的时候，注意会移除这个 VLAN 的标记的。注意 access 端口原则上来讲，对于一个交换机的 access 端口，接收和发送的数据报文都是标准帧，而不是 tag 帧。记住这一点。对于一个交换机的 access 端口来说，接收和发送的报文都必须是标准帧，而不能是标记，就是 VLAN 标记的那个 tag 帧。这是 access 端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 access 端口来说，只能属于某一个 VLAN。它只能跟某一个 VLAN 相关联。跟哪个 VLAN 相关联呢？你的 PVID 是哪个 VLAN， 那么它就和哪个 VLAN 相关联。好，下面端口类型 trunk。刚才我们说，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一般我们都用 trunk 链路叫做干道链路。那么连接干道链路的这个端口，通常我们就叫做 trunk 端口干道端口。那么什么叫做 trunk 链路呢？ trunk 链路上是这样定义的：除了那个 PVID 的 VLAN 以外，就是 PVID 是一个 VLAN 值嘛，除了那个 PVID 的 VLAN 以外，其他所有的 VLAN 在这条链路上进行传递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接口上进行传递的时候，都必须带有 VLAN 标记帧，而只有那个 PVID 的那个 VLAN 可以不带有标记。那么当所有的数据都带有标记，只有你没有标记的时候，那么意味着在这条链路上面传输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可以区分出来它到底属于哪个 VLAN 的。那么这个就是 trunk 链路的定义。在这个链路上面在这个链路上面 trunk 链路上面，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被检测得到你是哪个 VLAN 的。只有一个没有标记是哪个 VLAN， 那么剩下的就是你喽。别人都标记了，剩下的那个就是 PVID 嘛 ，PVID 就是你喽。所以说这个连接 trunk 链路的这个端口类型叫做 trunk 端口。那么对于 trunk 端口来说，收到数据帧的时候，如果该数据帧是一个标准帧，那么我们就用 PVID 那个 VLAN 来处理它。如果这个帧不是一个标准帧，而是一个就是 VLAN 标记的帧，那么你标记的是哪个 VLAN， 我就按哪个 VLAN 来进行处理。那么当它发送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发送出去的这个数据帧刚好属于 PVID 的那个 VLAN， 那么我是不给你打标记的，你以标准帧发出。
如果说，你的这个出去的时候不是 PVID 的那个 VLAN，那么好，保留你的那个 VLAN 编号，然后把你发出去。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对方只要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帧，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哪个 VLAN 的，你就把它放到哪个 VLAN 组里面去处理就可以了。这个是第二种端口类型，叫做 trunk。对于 trunk 链路来说，除了 PVID 那个 VLAN 以外，其他的 VLAN 一概带有标记。第三个 hybrid， 这是一个华为所特有的或者说华为和这个其相关厂商所特有的这么一个接口类型。这个接口类型介于 Access 和 trunk 之间，所有的端口设备所有的端口和设备在启动以后，如果是全新启动的，就是一个新机器第一次启动，那么设备上的所有端口默认的类型都是 hybrid 类型。记住不是 Access 也不是 trunk， 是 hybrid 类型。那么这个端口 hybrid 的端口又是干什么呢？我们说链路就两种 Access 和 trunk， 那 hybrid 是干什么的？ hybrid 是做这个用的。hybrid 在这个端口上可以灵活的掌握哪些 VLAN 带有标记，哪些 VLAN 不带有标记。它的作用是让什么呢？是让不同的主机或者说或者说不同 VLAN 的主机在被隔离访问的同时，可以去统一的访问某一个设备，比如说大家共用的某一个服务器。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对于服务器也好，主机也好，这都叫终端设备。对于终端设备来说，我们默认它不能接收和处理这个标记帧。那么对于服务器来说，你这个端口就有可能是 hybrid 的端口。hybrid 的端口注意，既可以连交换机，又可以连主机或者叫做终端。那么 hybrid 端口可以灵活的把这个报文加上，或者是 end tag， 也就是变成标准帧去掉来完成。那么 hybrid 的特殊用法，或者说 hybrid 的一个特定的用法，我们在后续的 HCNP 的课程里边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在现在的状态下只需要掌握的是Access 接口和 trunk 接口。下面我们来看对于 Access 接口。对于 Access 接口，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说是你这个接口是一个链路，是一个 Access 链路，同时你的接口是一个 Access 接口的话，那么你这个接口只能属于一个 VLAN， 或者说只能和一个 VLAN 相关联，这个 VLAN 就是你的 PVID。那么你这个接口为什么和 VLAN 10关联，或者说这个接口为什么跟 VLAN 20关联？再换个说法，为什么这条链路关联的 VLAN 是 VLAN 20，而这条链路关联的 VLAN 是 VLAN 5或者 VLAN 10呢？这个地方我们就涉及到了 VLAN 划分的方法。对于一些其他的厂商，那么可能 VLAN 划分的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只能基于端口。对于某些厂商来说是只能基于端口去进行 VLAN 的划分的。但是对于我们华为的设备来说我们可以基于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基于端口，就是这个端口要么属于 VLAN 10，要么关联 VLAN 20，要么关联 VLAN 100这是端口的。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基于端口的 VLAN 划分方式占据了我们整个 VLAN 划分方法的95%以上，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还有什么方式呢？还有一些动态的这个我们称之为静态。基于端口的我们称之为静态。为什么称之为静态？因为你把它就固定的关联到某一个 VLAN 上去了，那这个就是配置完了以后立刻生效，而且只要你不改配置，它永远都是这样。这是静态的，一个端口只能跟一个 VLAN 关联。那么下面这几个为什么是动态的呢？我们来看，下面有几个基于 MAC 地址的，就说这个端口我不跟某个这个 VLAN 去关联，而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端口下边接的 PC 是 AA那个 MAC 地址，就基于这个 PC 的 MAC 地址了，
你如果接 A 这个 PC， 那你这条链路 Access 链路就关联到 VLAN 10。如果你接到另外一个 PC， 比如说 BB 这个 PC 上面，那么你这个东西就是 VLAN 20。这个呢可以根据 PC， 或者说我们其实最终是根据 MAC 地址来决定了你这个端口到底跟哪个关联。那么在配置的时候，这种端口一定是关联多个 VLAN 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不叫基于端口了，可以基于 MAC 地址。后面我们还有几种方式基于子网，就是你的这个 IP 地址配置的到底是 192.168.1.0 这个网段的，还是 3.0 这个网段的那么不同的子网你关联到不同的 VLAN 去。还有什么呢？还有基于协议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有 IPv6 了其实这个 IPX 呢现在可能用的不多了，比如说是 IPv6。如果你这个主机是 IP 的，就是 IPv4 的地址，那么你就属于这个 VLAN。如果下面的主机接的是 IPv6 的主机，那么你就属于另外一个 VLAN一个5一个10嘛。当然还有最后一种方式，是最严格最严谨的也是最安全的，但是配置起来是最为繁琐的，叫什么呢？叫基于策略的。就是你必须是这个接口，然后这个 IP 子网，然后这个 MAC 地址，就是接口 IP 和 MAC 地址三者必须完全符合我这个标准，你才能属于某一个 VLAN， 这个是最安全的。你自己瞎改一个地址，你自己去瞎改一个 IP， 或者说自己换一个端口，都不能完成你想要的工作那么这个东西是最安全的，但是这个用的是最少的。其实呢，后面呢我们在 P 级课程里边还会谈到一个东西，叫做基于用户名的，就是给你个用户名，不管你接在哪儿，你都属于这个 VLAN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好，这个是 VLAN 划分方法，在这儿我们只介绍这个东西的配置，基于端口的 VLAN 划分方式该怎么进行配置。